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or Life 美国频道，我是 Ace。本期简短的视频，Ace 尽量客观的为大家解读刚刚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特斯拉财报。我们知道，最近特斯拉股价的走势比较低迷，整个二级市场的情绪也比较悲观，还和 SpaceX 有关，因为 SpaceX 要上市了，大家觉得特斯拉现在在马斯克的整个版图里要失宠了。那么我是怎么想的？我会在本期视频通过解读财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披露一下我的持仓，目前我的特斯拉正股仓位是23%，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些卖出看跌期权，新缺价是350，暂时我也不打算加仓。具体这个结论我会在视频最后再次详细的阐述。那么目前23%的正股仓位，相较于去年高点已经是下降了一些，因为特斯拉的股价没怎么涨，而其他持仓的个股基本上还是在上涨趋势，所以呢，一降一涨，它的仓位自然上不去。接下来的视频就分为3个部分，首先快速的过一下公司官方的 PPT， 其次呢，用我自己制作的几张表格告诉大家核心的信息，最后就是我的观点。先来看一下营收，营收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知道主要的电动车 EV 的收入，2026年一季度是16234，16234这个数字不算很差，也不算很好，中规中矩吧，属于符合预期。但是下面 Energy Generation Storage Revenue 储能就是低于市场预期了。其实之前特斯拉宣布它一季度储能的部署只有8点几个吉瓦时，还不到10个吉瓦时，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它的收入肯定要大幅度的下降。2408的收入是低于去年所有的4个季度中的每一个季度。最后一项 Services and Other Revenue 这一项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从4季度3371增长到了现在的3745。那么我们知道特斯拉现在一直在宣传自己的 FSD 订阅服务，订阅服务的收入也是应该归类到 Services and Other Revenue 这一项的。但是3371增长到3745，这400多，也就是4点几个亿的增量，完全没有能力把特斯拉整个营收一下子拉起来，这一项营收的规模还远远不够。来看一下一些生产和硬件的数据，我们知道现在 Cybercab 已经开始量产了，没有带方向盘的 Cybercab 的车子已经从量产线开始慢慢的下线了，而特斯拉的 Semi 半挂卡车也很快会开始量产。对于储能方面，目前右边这个表格展示的特斯拉拥有的 Energy Generation Storage 的能力是大概是大于66个吉瓦时。那么未来呢，应该是会超过80到100吉瓦时，因为未来会有中国1个工厂加上美国2个工厂。但是这次一季度它的营收不及预期，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疑问吧。在电话会议发言里面，公司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那么大概的就是说，储能的交付到底是卡在一季度、2季度，跟这个最后的交付时间很有关系，就是可能说每个季度分配不均匀。在稍后的表格我会再次谈到我对储能的看法。而最后关于人形机器人，这里提到 Preparations for our first large-scale Optimus factory will begin shortly in Q2， 就是在2季度，也就是现在，他们会准备 Optimus 第一条产线。那么真正的生产呢，是要到第3季度，这个马斯克在电话会议里明确的说明了，大概是7月、8月最早，如果稍微延迟一下，量产开始会从4季度甚至更晚都有可能。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Robotaxi 以及 FSD 最新的进展。那么这2项服务呢，都被归类于 Services 这一个营收种类之下。对于 Robotaxi 这一段文字说到，他们期望 Cybercab 一旦开始量产，就会替代现有的 Robotaxi 车队中的 Model Y。这是一开始的设计，就是 Cybercab 才是真正用于 Robotaxi 的主力车型，而不是用于销售的 Model Y。而下方的 FSD， 我们知道前一阵公司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在欧洲的荷兰获得了 FSD 的批准，那么接下来可能要耗费1到2个季度，或者是2到3个季度，获得其他 EU countries 欧洲国家的批准。其实说实话，特斯拉刚刚的财报 PPT 亮点并不多，可讨论的信息并不多。那么接下来 Ace 展示4张我自己制作的特斯拉相关的趋势图，好对大家判断这家公司的未来有一个辅助。那么第一张图就是净利润和碳积分占净利润的百分比。
红色柱子就是净利润了。那么过去5个季度很明显，特斯拉的净利润这个绝对值不太乐观。而黑色折线代表的是碳积分占净利润的百分比，2026年一季度占了很高，79.66%，接近80%了。也就是说，特斯拉目前整个公司的净利有80%都是碳积分获得的。如果没有碳积分，其实它的净利几乎就要归零了。然后我们再来聚焦储能，这张图展示的是过去好几年每一个季度特斯拉储能的部署量，也就是柱子的高度，以及储能业务的毛利率。需要特别说明，2026年一季度，也就是这个季度，公司的毛利率储能达到了40%，这是因为有一些一次性的利润调整，所以特别高。那么听起来它的毛利率应该是和前几个季度差不多的，如果没有这个一次性调整，大概就是30%、31%左右，保持了之前应该有的水平。但是储能部署的绝对值，这个季度可以看到红色柱子的高度非常低，只有8点几个吉瓦时。公司 CFO 在电话会议上明确的说明，一季度储能的交付因为交付时间的问题显得低了一点，但是他说2026年全年的目标还是要超过2025年。可是对这一点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因为它仅仅说是超过。我们知道储能业务特斯拉从橘色2023年到荧光色2024年到紫色2025年，它的增幅年增速都是很高的。我们2026年不能只是超过2025年，必须得有30%、40%至少的这个增长，甚至我是期望能够到60%，甚至翻倍。如果这次 CFO 只是说2026年的目标还是超过，那这里我可能有一点悲观了。第3张图，我们看一下 FSD 付费订阅数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付费订阅数量的总数，比如说2026年一季度截止130万，它包括了一次性的买断。而在该季度，特斯拉才停止了一次性买断，也就意味着从下一个季度的数字开始，净增加的买断量，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去算。这个数量乘以每个月订阅的费用，能够为特斯拉带来多少的长期的收入，也就是这个可持续的 ARR 收入。所以大家要看到130万，并不是说现在每个月都有130万用户，每个月付$99，这是不对的，因为其中很多是一次性买断的，不能获得长期持久的收入，只是获得一次性的收入。那么2026年一季度相较于2025年4季度是增加了大约18到20万的订阅付费数量。但问题就是现在荷兰刚刚通过批准，欧洲其他国家要批准需要时间，而中国前1-2个季度都在说有希望，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欧洲和中国都没有办法很快的通过，对于整个特斯拉 FSD 付费订阅数量的增速可能就不能那么乐观了。因为在北美，其实很多拥有特斯拉 Hardware 4以上车型的车主，他们都已经订阅了。最后一张图，我们来看特斯拉目前近期的关注重点，也就是它的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因为特斯拉在电话会议上宣布，自己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将从之前的200亿调高到250亿，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因为在过去3年，特斯拉的全年资本支出一般都是在100亿上下，现在一下子要来到250亿了。可以看到，红色柱子代表的自由现金流，在最近几个季度起伏比较大，2026年一季度也并没有很好。而灰色柱子的资本支出是有一点点增加，但是真正的增幅要从2季度开始，就意味着2、3、4季度这个灰色柱子的高度会一下子跳起来。而自由现金流根据电话会议 CFO 透露的信息，也会在2026年2季度开始变为负数，也就意味着特斯拉这家公司上一次自由现金流是负数，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图表里面吧，从2022年一季度一直到现在，那就是2024年一季度。那么接下来2、3、4季度，当我再次更新这张表格的时候，自由现金流红色柱子都将出现在0的下方，而灰色柱子会直接穿上天。除了以上总结的，我通过文字形式再为大家更新一些还没有提到的信息。第一点就是马斯克说FSD 15版本最早今年年底，最迟明年发布，而且他暗示
这个版本15才是全面实现无人驾驶的最终版本。这意味着 FSD Robotaxi 的全面铺开。全面铺开的定义，马斯克并没有说多少，他说这个规模可小可大，但我的理解是10万、100万级别这种量级的，大概率不是今年，而是明年了。所以呢，虽然 FSD 15今年可能都看不到，但是基于 FSD 14.3的 Robotaxi Cybercab，我还是希望今年能够到上万辆级别吧。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我们看特斯拉能不能做到。而关于 Optimus， 我们知道显然第3代的发布已经推迟了。这次电话会议，公司也解释了为什么推迟的原因，他们就是说怕友商抄袭，所以呢，他们想把发布时间和量产时间尽量拉近。预计8月份，也就是3季度可能要去发布，然后发布之后就马上开始量产。所以在刚刚的 PPT 我也提到了，公司说2季度会开始产线，第一条产线的部署准备，然后3季度、4季度发布了就开始产，开始产了之后就开始在工厂上线。那么整体上这次马斯克的发言没有任何的亢奋，我觉得很明显他有意在管理大家的预期，管理自己的预期，显得很平稳，显得好像是爆发前的宁静。最后，对于特斯拉这家公司持股的想法，我自己也是非常明确。我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次财报中性偏悲观的信息所打击到，我的观点还是一样。首先，坚持你的坚持。如果你已经持有特斯拉很久了，或者是在这次电话会议之前，你觉得特斯拉依然是一家值得长期持有的公司，那不要因为这次财报就改变你的想法，坚持你的坚持，至少保持部分底仓，我觉得这是没错的。但是第二点，大家加仓一定要小心了。首先，今年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有一些板块涨得特别好，特别是 AI 基础设施板块，所以就显得特斯拉这样的股票很弱。但是其实特斯拉在市场上依然有相当大的热度，所以呢，大家尽量不要被情绪带偏了，不要觉得特斯拉这个点很低了，就马上大仓位的去加。我只是觉得今年特斯拉的股价表现不要有太多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更好的加仓机会。不到很好的加仓机会，不要轻易的去下重注，这是第二点想法。视频的最后，我想再次阐述一下特斯拉和 SpaceX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在之前的视频告诉过大家，这两家公司有极大的概率在 SpaceX 上市稳定下来之后合并，而且这两家公司未来的导向都是一个词 AI。有朋友就问了 ，SpaceX 不是太空公司吗？它不是发火箭，它不是卫星服务吗？怎么和 AI 相关？那么刚好今天看到马斯克回复网友的这个截图，分享给大家。首先一个人说，我不认为有任何公司能够超越下面3家公司了，分别是 OpenAI、Anthropic 以及谷歌。然后就有人回复这个网友说 XAI 很可能可以做到，而人们如果忽视他们将被啪啪打脸。马斯克回复这个回复，发了一个火箭，发了一个爱心。我们知道 SpaceX 最近收购了 Cursor 这家公司，在之前他把 XAI 纳入囊中，所以这家公司它的 AI 属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有一天就会超过它的太空属性。而特斯拉本身就是地表最强的 AI 应用公司，所以呢，这两家公司已经所谓的趋同了，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 AI 霸主。具体到比较微观的股价的对待以及仓位的分配，我认为首先，如果你和我一样要投资 SpaceX， 那么应当把特斯拉和 SpaceX 预留的仓位加起来做一个整体来看待。比如说你现在有20%的特斯拉，你准备投资多20%的 SpaceX， 当他们合并之后，其实你是有40%的股份在同一家公司上面，那么你是否能够接受40%的股份这个单一重仓股呢？如果不能接受，可能你就需要特斯拉降仓位，或者是 SpaceX 先少买一点，先观察，先等它低点，可能再来加仓比较好。其次呢，对于特斯拉本身的股价接下来的表现，我已经提到不要贸然的去加仓，但是如果它跌到了极低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加一点，或者通过 sell put 赚取权利金的同时来锁定低位买入的筹码。
然后就是特斯拉和 SpaceX 股价的比较，这个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 SpaceX 还没有上市。到时候具体上市了，我们再来看股价有什么动态的关系。到时候 ACE 再为大家分析应该如何去做平衡，是否存在一个像这种 ETF 之间的动态平衡的机制，我们可以去操作。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 ACE 的 Money Life 美国频道。我也开通了 X， 也就是 Twitter 账号，大家可以去追踪我。除此之外，如果大家想加入我的会员社群，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 Patreon 链接加入。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